读书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臭屁虫飞进闷热的教室里，只要轻微触碰就会散发臭屁，顿时整个教室臭气熏天，同学们干呕不止。而放学后，沿路走过的树木、草丛、河边，臭屁虫的身影都无处不在，就连家里都没能幸免。它会围着目标转圈旋转绕几下，寻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，在上面产下糖果色系的卵。纱窗、草席、墙角，甚至连衣服都被惨遭毒手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如果一个不小心，臭屁虫飞到嘴里，会恶臭的连续好几天吃不下饭。时至今日，想起臭屁虫的毒气威力，胃里还会一阵翻江倒海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似乎很少再看到臭屁虫的身影，它好像突然消失了。首先，让咱们来了解一下臭屁虫，它的学名叫春象，农村俗称臭大姐或者是臭姑娘，各地叫法都不太一样。它几乎是遍布全国各地的，是很常见的一种虫子，种类繁多。全世界单春象科大约就有5000多种，体长在1.7到2.5厘米之间。臭屁虫也分害虫和益虫，比如食虫春象可以捕食农作物上的虫子，降低农业减产的风险，而黄斑春就会吸食果子上的汁液，造成果农的损失。还有盲春象会危害棉花生长，九香虫则可以中药治病。它们的颜色、形态都会有所不同，但是作为繁殖力极强的一个物种，繁殖期到来的时候，臭屁虫就会产下10多颗卵，只需要20到25天，小臭屁虫就会从卵里孵化出来。而每年的夏季和秋季都是臭屁虫的活跃期。为了种植的农作物减少损失，农户使用了农业高科技杀虫剂，专门针对臭屁虫进行了彻底的消杀。臭屁虫只要沾上或者吃到，就会小命不保，这也让农田里的臭屁虫大片死亡。那这是不是造成臭屁虫消失的主要原因呢？其实杀虫剂只是次要原因，虽然不可否认它的确可以杀死臭屁虫，但是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，杀虫剂是无法剿灭所有臭屁虫的，它只是数量减少了，但是并没有消失。而我们很少看到臭屁虫的原因，可能是大部分人搬离农村，去到城镇生活，城市并不适合臭屁虫生存，食物短缺加上人群密集，臭屁虫无法在这里安顿繁殖，所以农村成了它的根据地。小时候地里撒泼打滚的皮孩都去到城市读书打工，如果回到乡下田间地头，你会很容易的循着臭味就找到臭屁虫。而在乡下，随着生活质量越来越好，除了一些专业的农业种植户，大多数农村家庭只会种植一些喜欢的蔬菜果树，精心打理，臭屁虫还没孵化出来就被扼杀在生命的摇篮里。加上臭屁虫的天敌得以大量繁殖，螳螂、蜘蛛、平腹小蜂、黄金蚁等大肆捕食臭屁虫，臭屁虫的数量也随之减少，这也造成臭屁虫很少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接触过臭屁虫的人都知道，这种虫在遭到攻击或刺激时，会散发一种销魂的毒液或臭气，这种臭气经久不散，让人终生难忘。这种臭气究竟有多臭呢？有人曾做过一个实验，将臭屁虫放进装有蟾蜍的玻璃容器里，捕虫高手蟾蜍立刻将臭屁虫卷入嘴里，准备好好的享用美食。突然画风突变，蟾蜍张开大嘴将臭屁虫吐了出来，还不停地在一旁干呕。原来臭屁虫进入蟾蜍的嘴里，还在不断释放臭气，它有一个臭腺，蟾蜍咀嚼时，臭屁虫腺体里的臭液喷涌而出，这种臭气让美食变成了难以下咽的东西，臭屁虫也因此捡回一条命。据科学家检测，这种臭气含有苯二酚和过氧化氢，
当受到刺激时，这两种成分会被臭屁虫体内的氧化酶氧化，最后生成苯二酮气体排出体外。要知道，苯二酮的熔点可以达到100多度，如果不慎吞食，还会引发中毒。溅到眼睛或者皮肤上会造成红肿、瘙痒、刺痛等症状，而且这个臭气还可以连续释放，过量吸入会引起呼吸类疾病。臭屁虫就是靠这个生化武器躲过一劫又一劫，因此它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——臭气专家。除此之外，有些种类的臭屁虫叮咬还会出现红斑、丘疹、中毒等症状，严重者会引发过敏、呼吸困难、昏迷，甚至最终死亡。或者像锥春一样，会吸食血液，给人类带来极大的传染病风险，并且锥春在吸饱血液后会在伤口处排便，它排出的粪便里又含有克氏锥虫这类的寄生虫，进入人体会引发疾病。恰加斯病就是这种虫引起的。在1909年4月14日，恰加斯医生接诊了一个4岁的小女孩，就是被锥春叮咬过，产生了呼吸微弱、体温降低的症状。这是首例诊断的人类患者，所以这种病被以医生名字命名。目前全球大约有600到700万人感染克氏锥虫，这是比较严重的感染虫病，就连达尔文的死亡都被猜测与这种虫子有关。由于对臭屁虫研究和危害的报道少之又少，所以大部分人并不能及时了解到这些虫的危害，甚至一些地区还会把臭屁虫当作美食端上餐桌。就是这种蟾蜍吃了会干呕、叮咬人类可能致病的臭屁虫，在云南人的眼里成了一道可口的下酒菜。在2019年央视网的《味道云南》中，就对这道美食有过记录。而云南人不但会吃，还对制作臭屁虫美食有独到的见解。其中，油炸臭屁虫是最常见的方法。捕捉回来的臭屁虫放在猎奇美食的吃虫狂潮下，臭屁虫曾一度被吃到断货，这也让臭屁虫的身价水涨船高，让原本几十元钱一斤的臭屁虫涨到了100多块一斤，最后甚至高达300元钱一斤。在利益的诱惑下，引发了居民的捡虫热。在2021年的10月，湖北十堰的一条马路上出现了一群捡虫大军，他们不顾危险，穿梭在车流中捕捉臭屁虫，对交通造成了极大的隐患。除此之外，每年都会有人因为食用臭屁虫中毒住院的病例。在2015年9月，云南红河的10个人在饭店吃完臭屁虫后，有9个人都出现了不同的肌肉酸痛、肺损伤、肾损伤的症状。有些种类的臭屁虫体内有一定的毒素，食用过量的同时加上饮酒，会极大的引发中毒的几率，情况严重还会出现肾脏衰竭，危及生命。所以不要盲目的跟随热流食用臭屁虫，因为不是所有的臭屁虫都可以吃。而云南人常吃的臭屁虫是叫酒香虫和荔枝春象，虽然也会释放臭气，但是这个种类的臭屁虫是没有毒，甚至还有药用价值。这一点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有过记载。而酒香虫可以治疗腰膝酸痛、神经性胃痛、肾虚阳痿等症状，在消食健儿冲剂和复方鹿仙草颗粒中都能看到含有酒香虫的成分。但是臭屁虫的种类繁多，不是所有臭屁虫都有这个功效，它们又极其相似，一不小心就会搞混弄错，引发中毒。所以食用臭屁虫要注意种类，避免给自己造成伤害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